为一个社会创造终极价值的大概是3类人：企业家、投资家、教育家。所以我专门开辟了这么一个对话栏目，我想看一看他们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读书、谋生、就业，还是在创业等等，他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今天格隆来到钱塘江边的中国电商第一城杭州，是为了对话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股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朱叶青。他们的公司叫乐惠健康，他们的生产的产品呢，主要帮助普通人在家里面居家早筛结直肠癌、胃癌、宫颈癌这些容易高发的癌症。他们的核心的主打产品叫肠胃清，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癌症早筛第一证。然后用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居家检测结直肠癌，它的阴性预测值高达99.6%，这意味着如果用它检测了以后，他说你没事儿，你基本就没事儿。江苏扬州小岛上的乡下寒门子弟，北京大学招分最高的专业生物化学专业的88级学生，基亿金融亚太区董事总经理，离开基亿下海创业，5年时间就打造出市值过100亿的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股乐惠健康。2022年健康中国10大医药产业人物，2022年中国体外诊断产业领军人物，这些名头和精力都集中在这个叫朱叶青的企业家身上。以世俗的眼光看，无论从哪个角度，他都算成功者。现在大家跟着我一块儿去，我们直接去和他做一个深度对谈。就是您认为您这些年走过来，不管是读书也罢，还是这个创业也罢，在这里面有多少是您的就是天生的这种天赋，就高于常人？我认为我自己呢几点呢，一个是相对来讲我自己还是比较努力的、刻苦的。这个第二个呢，我还是比较专注的。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记忆力比较好。我小时候的事情、上学的这些事情，基本上我们同学这些事情，我到现在就是他们的很多事情都是我记得比较清楚。您提到过，您到现在为止都还给自己规定一个1年要读100本书的目标。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别的帮助吗？能让你瞬间安静下来，能够去排除很多的杂音和干扰，去专注在这个思想的这个领域里面。第二呢，就是多读书，看一个事情能够从不同的维度去了解。现在如果让你回过头去重新读书，继续读一个高中，继续按你这个方法，你觉得考上北大的可能性有多大？考上北大应该没什么问题。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学习新东西的能力还是可以的。看过您在一档脱口秀节目里面说，您说你在报北大当年报专业的时候，您读的是北大88级的生物化学专业。当时之所以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您觉得在北大的专业里面招分是最高的，然后您认为就应该是最难学的一个专业，所以您去选了这样一个专业。然后我联想到您这个在创业的时候，您走了这一个癌症早筛这个赛道，这个赛道事实上呢，在您进入之前呢，在中国这个领域呢，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空白，是一个无人区。您这个做法到底是一个天生的性格的使然，说我就喜欢挑战，就喜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是说这真的是您做事的一种方法论？我就喜欢去往一个人少的地方。两个方面，第一个，这个事情肯定它招分高有它的理由，一定是更有挑战性。第二个呢，也一定会汇集更多优秀的人，你能跟更多优秀的人在一起，觉得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后来选择做这个赛道的事情呢，我是觉得说，选一个挑战性更强的这个赛道以后，它的壁垒会更高，创新的空间会更大。但是硬币的另外一边，既然是人去的很少，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也就意味着它的未知风险会更大，它的沉没成本、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很高，它的收获会更大，就是往往这个风险跟收益都是成正比的嘛，风险高，收益也高。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赌博的成分呢？如果你纯粹就是说，我觉得任何商业的模式都是你在算投入产出比，尽量最大化，所以它不能叫赌博。您对特斯拉的 CEO Elon Musk 应该是会比较欣赏。我觉得他值得尊敬，就是他做了很多，就是我们敢想不敢做，甚至有都不敢想的这些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他是不断的挑战自我。挑战一些人类的认知的一些边界，但是我从小就不太崇拜人，
没有偶像情节。我小的时候有看书看多了以后，尤其读历史读多了以后，还读科学的书读多了以后，你会看一个事情从不同的维度了解以后，就可能慢慢就没有这个偶像的情节。我们来聊聊您的这个创业的这个选择，有没有一个最初期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原因，导致您说我要介入这个领域？09年的时候，当时我有一天在大连出差，我突然就接到我姐的电话，是说我妈这个胃不舒服，我就去查，她那个已经是胃癌晚期。我当时很着急啊，就赶紧从大连就直接赶到老家，就把她带到北京协和医院去，很快就安排了手术，大概做了可能6、7个小时，把那个全胃都切除了。手术很成功，我妈妈这个都切除以后，后来还健康生活了10几年。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当初你把他送到北京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条件啊。第一，送到北京协和医院这么好的医院；第二呢，他应该也是需要花一大笔钱。中国人对于疾病的治疗很多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但确确实实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是导致因病致贫。没办法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不允许你说家里有人有疾病，你有条件不去治疗。所以您选择这个赛道，实际上它可以让它的这个癌症死亡率会变得低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是能够让很多人不至于说把症状拖到中晚期，最后因病致贫。我真遇到这样的案例，就是我以前我们刚16、17年刚创业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年轻人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很好，然后就是因为父母都得了癌症，他本来他生活的很好，到北京买了2套房，就因为给父母看病把2套房都卖了，其中1套婚房。所以他的那个女朋友也因为这个跟他分手了。所以这就是您2015年下海创立乐惠健康来做癌症早筛，希望通过说把这个关口前移，让他早发现早治疗，然后这样既能够死亡率降低，同时呢这个花费的费用大幅的减少。所以我们的 slogan 叫改变生命的轨迹，我就希望能够帮助这些人把他的生命轨迹能够改到正常的轨道上面。因为我知道您在做这个公司创业之前呢，您是这个基益的金融的亚太区董事总经理。您是什么其他的特别的逻辑，然后你放弃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舒适的状态？几个因素吧，我觉得第一个因素呢，2010年以后呢，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些外企在中国，它的业务是呈现一种萎缩状态的。第二个呢，就是确实也是机缘，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合伙人陈博士呢，他刚从上一个公司出来，也在找方向。我们另外一个同学是我们的天使投资人，姚总呢，他那公司刚刚在 A 股上市，手里有钱，所以这几个机缘结合在一起呢，就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我看到过有一个说法，说你们这个第一笔风险投资1500万，几乎没费什么波折，几句话1页 PPT， 这是真实情况？是真实情况，1页 PPT 都没有，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前景，癌症筛查到底怎么样，然后我们怎么去切入这个事儿，简单说一说。你们当时做这个事情，这个最大的一个确定性之一，就像你这么容易拿到钱一样的，除了是同学关系，有没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这个团队确实太过精彩了，都是精英人物。然后呢，他对你这个团队特别的信任，你这个团队都是北大毕业，后来又到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等等各个大学去留学，博士、博士后，而且都是从事这个检测啊、分子生物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些专家。所以有帮助，特别是在早期 A 轮。可能也没有别的参考的时候，你只能靠这个。所以我就在想，因为我一直是想了解一下各个企业家他创业的这类成功里面的一些偶然性、必然性。那你觉得这个东西算不算一定的偶然？因为只能放在你身上才能实现。优秀的团队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像我们这样，互相有互补性且有充分信任的团队不多。对我们团队来讲，我们3个人创始人都还是比较包容的人，彼此的信任感可能确实很难复制。因为你看，我跟陈博士2个人都执行董事，我们一直就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则，就是任何文件不需要跟对方确认都能签字。陈博士，比如他回美国，我不需要给他提前打电话，我们认为就有这种信任感。所以包括我们跟投资人沟通的时候，谁在说话都管用。到了这个份上，您是对普通人的创业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
普通人在达到一定的足够的积累之前，是不是不要轻易去创业？我仅就我们这个领域啊，医疗科技领域来讲，积累是非常重要。你想拿到一个生物学博士，差不多就快30了，稍微有工作经验就35以后。所以您对普通人的这个没有太多门槛的这种创业，其实不太鼓励。我认为创业是个小概率的事情，确实不太适合很多人。凡是经济条件好的、公共交通发达的、大家不愿意走路的地方，都是肠癌高发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称之为肠癌是富贵癌。像女性来讲，像乳腺癌就是富癌，生活条件越高的地方，乳腺癌发病越高。再来聊一下您的创业过程。您2015年创立乐惠健康，很快拿到了 A 轮的1500万美金，又拿了软银中国、君联资本、启明创投、一众明星资本5轮合计2.75亿美金的融资。光是主打产品肠胃清，研发耗资1亿美金，历时7年。2018年进入了国家药监局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2020年11月获批中国癌症早筛第1证，成为国内首个在研发、注册、商业化全流程实现全合规的癌症早筛企业。然后2021年2月份，港交所就敲钟了，开盘大涨185%，整个过程看起来相当顺畅。我想问的是，真实的过程是不是真的这样一帆风顺、云淡风轻？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过其实让你也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困难或艰难？就像我前面讲，创业是一个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过程，所以在确定性当中肯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有人讲，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所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光鲜的，背后每一步都不容易。你遇到过涉及公司存亡的危机时刻吗？到现在为止，可能公司还不能说就没有危险，时刻都有这样的风险。在拿到 A 轮融资前，我们当时用天使投资的钱1000多万，到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账上就剩100万，决定要做一个跨界的癌症早筛的峰会。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如果 A 轮融资不顺利的话，你可能这个公司就关门了。那为什么要想做这个事情呢？我们觉得癌症早筛本身是一个新的赛道，是个需要很多人来支持，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请了这个业内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的前任、现任、后任主委这些大咖，然后台底下还有很多潜在的这些投资人。对于公司能不能顺利的拿到融资还是很关键的。我们是在通过这个会能够让大家意识到癌症早筛它的天花板是很高的，市场前景很大，而且我们团队是有能力把这个领域里的大咖都能云集在一起。所以你账上只剩下100万的时候，你就把这个100万全部孤注一掷拿过来办这次高峰会，是想说服风投这个领域值得投。那这些专家，你当时是很小的一个公司，他们为什么来参与这个会？我觉得我们当时有一个专家说的比较好，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完全不是站在创业者的角度，而站在一个用户、一个朋友的角度去聊这个癌症早筛到底的意义在哪里。要想降低死亡率、发病率，必须要做癌症早筛，把这个理念更多的讲清楚。你这种公司是打动不了他的。所以他们还是因为说从内心认可你们做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这个事本身比团队更重要。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说，实际上你们在做 C 轮的时候也发生过问题，问题很大，问题很大。对，困难很大。2018年下半年整个股市都不是很好。第二点呢，就是当时我们刚刚拿到这个创新绿色通道，开始启动注册临床，而18年底的时候呢，友商也是粪便样本，他们拿到了辅助诊断的3类医疗器械证。当时其实是对公司有很多的质疑，说第一个，我们这个临床什么时候能做完？第二个，这个临床要花多少钱？第三个，这个临床做出来那个数据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么优异？第四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即使你一个很好的结果，药监局从来没有批过一个筛查证，能不能打破常规，给你一张中国癌症早筛第1证？真的一波三折。为什么最后你们团队最后拍板决定还是拿更艰难的、确定性更不高的这样一个早筛证，而不是拿更容易拿的辅助诊断证？这就是我们当初的初心啊，我们就是要做筛查。如果没有筛查证，我将来要做的一系列的筛查的事情都是一个空中楼阁，跟我们开始选的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赛道一样，去一个更难的地方，壁垒更高的，符合我们当初建立这个公司初心的这个证。首先，我们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个，我相信说，只要你的产品临床的性能足够好，只要你做的这个事儿卫生经济学意义足够高，药监局会
把这些综合考虑。这样一个产品的性能，这么大的一个临床，你最后的社会意义都是批准塞塔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因为你开始的时候投入这么多，才会有这个好的结果。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越难走路，其实成功的概率可能反而越高，最后形成的壁垒也越高。一个公司能不能生存下去，有没有好的未来，取决于它的产品怎么样，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你们现在主要有4款产品，都是居家筛查癌症的，肠胃清和噗噗管是筛查肠癌的，悠悠管呢是筛查幽门螺旋杆菌，公正清呢是筛查宫颈癌的。你们布局这4款产品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什么？有什么共同点？第一个，在大的方向上，这些癌种要适合筛查，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要足够高。因为发病率不高的话，就意味着你可能筛查的卫生经济学价值不大，死亡率不够高，大家不够重视。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临床价值？所以其实在美国啊，根据它适不适合筛查分成几类 ，A 类的只有2种，肠癌跟宫颈癌。肠癌和宫颈癌，他认为说在过去通过筛查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发病率的下降，卫生经济学价值比较大。而有些癌种呢，其实还缺乏好的办法。所以我们的定义的时候，我认为说一个好的筛查产品要满足3个属性。首先，它的结果要有明确的临床价值。它的阳性意味着什么？阴性意味着什么？医生拿到这个结果以后，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而不是拿到这个结果模棱两可。第二个，在临床上要有非常简便的确诊办法，马上告诉你是不是真有问题，临床能不能干预，有没有这种明确的临床干预手段。如果你查出来确诊了，临床干预不了，那你还不如不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癌其实都是这样，焦虑了以后可能加速了肿瘤的进展。一个好的筛查产品，这3点：明确的临床价值、简便的确诊办法、可行的介入手段。而我们自己立项呢，我们又定了4个规则。产品来讲，我们第一点，科学上要有依据。你这个产品最后你选哪些靶点，哪些方法学，科学上要有足够的数据证明说，确实这些靶点是跟这个癌症的发生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如果没有，这个产品没有意义。第二个是临床上能得到验证，就是临床数据一定要足够好，验证确实能够筛查出来。但是在这个之外，到底这个目标市场有多大，这决定你这个产品将来的市场价值有多大。最后一点，我认为是我们以前大部分的医疗产品都是站在医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其实不太考虑患者你怎么感受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诺辉的定义产品的时候，最后一点就是用户的依从性，用户要愿意用这个产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公司内部立项要满足这个4个条件：科学上有依据，临床的验证，市场有前景，用户愿意接受。所以结直肠癌这个筛查是不是特别符合这些要求？是最适合做筛查。它除了前面讲的那些点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点是，它的进展周期特别长，它往往从早期有息肉腺瘤到最后发展到晚期癌症要10到15年，它给了你很多的窗口，你可以去筛查。这有的癌进展特别快，像肝癌，从早期到晚期半年、6个月、12个月就到晚期了。你一旦错过了这个窗口以后，下一次你就没办法。结直肠癌是我们中国爆发这个率占比排第几个肠癌？现在综合排名第2，而且它的这个特点呢，它是富贵癌，生活水平越高的地方发病率越高。这是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大部分是吃不饱，就那个时候的发病呢是上消化道的癌种特别多，胃癌、食管癌。你现在听到胃癌、食管癌越来越少了，是因为后来冰箱有了，你吃的东西更干净、更卫生了，也不会吃隔夜的、腌制的人吃的少。但是呢，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吃肉吃的太多，我们吃的太油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但是其实我们的食品综合质量是在下降的。凡是经济条件好的、公共交通发达的、大家不愿意走路的地方，都是肠癌高发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称之为肠癌是富贵癌。像女性来讲，像乳腺癌就是富癌，生活条件越高的地方，乳腺癌发病越高。所以你能估算一下我们这个肠胃镜这个产品，最终它的用户群体有多大？我们会花多长时间做到多长的渗透率？中国大概4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7亿，7亿。这7亿里面有20%的人呢，我们认为是更高风险，需要做肠镜，也就是肠胃镜的目标人群，大概是1.4亿。这1.4亿，我们假设它不是每年做一次，风险更高的3年一次，
平均风险呢1年一次，我们平均下来是2年一次，目标人群是7000万。7000万，如果我们做到10%的渗透率，就是700万。期望呢是到25年做到5%的渗透率，就是每年350万份。今年大概1年下来呢，能做100万份。美国的对标公司呢，它大概的产品上市今年是您说的精密科学，它今年大概上市第9年，累计做了1300万人，它现在大概在300万人份1年左右。我们认为25年能够达到这个数字。更高的目标呢，精密科学认为说，它将来的2030年，它的渗透率是40%，一年大概能做1500万。我们认为说到2030年，大概能做到20%的渗透率，1400万，这是我们的目标。按照我们现在的财务数据，我们长青做到多少份我们就能够盈利？其实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已经盈利，我们当时估计做了100万人份是肯定能盈利的，跟我们的今年的预测差不多，比我们之前讲的提前了1年，实现了这个盈利的目标。怎么能做到让我们这个产品进入医疗体系领域，或者说让医生给我们一定的背书？价格首先跟它的价值相关，它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决定它的这个价格。能给用户带来多大的便利性，也决定它的这个价格怎么样。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呢，目前来讲，哪怕是到2025年做到5%的渗透率，也只是在目标人群里5%，相比较于更广阔的人群来讲是非常小的这个比例。所以我更希望说是，首先有健康意识、一定支付能力的人能认可这个产品的价值，愿意先去尝试，能够更加体会产品的价值。大概公司股价3天时间跌了差不多30%，那基本上集中在4点：你的销售收入比较高，你的销售费用比较高，应收账款比较高，毛利率比较高。当然，最核心的底层是你前面一直不太盈利啊，如果盈利了都好说。我们在浙江的民生工程做了一个项目。他当时不是用的肠胃清啊，他用的瀑布管做这个项目，他发现花了不到3亿，做了1500万人次的检测，最后节约医保的钱是节约了超过30亿。我知道美国那家公司精密科学，它的产品是进了医保的，现在市场上面也有一种猜测，肠胃清这款产品有可能进医保，您觉得呢？在中国不是主动能进医保的问题，可能要进医保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第一点，你渗透率要足够高。第二个呢，一般的来讲有多个产品，医保才有选择，医保不会为一个产品去开绿灯。所以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这2个条件都不太满足，渗透率还很低，我们也没有竞品，所以我觉得还要假以时日吧。就是从长期来说，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我认为这个长期它这个时间还比较长，可能得5年以后。好的，我们来聊聊资本市场，好吧？我知道你们公司在7、8月份的时候刚刚经历了一个被香港的市场上面有个做空，有人来踢馆了，大概公司股价3天时间跌了差不多30%。后来我看过那篇做空报告，逻辑不太经得住考验啊，基本上集中在4点：你的销售收入比较高，你的销售费用比较高，应收账款比较高，毛利率比较高。当然，最核心的底层是你前面一直不太盈利啊。这些质疑和挑战呢，或许粗糙，但是呢，它确实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很多理解，是因为我们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比如这个费用高，应收账款高，然后一直现在盈利了，但是现金流还没有转正，都是需要时间。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是这2年我们的业务依然会高速增长，它由此产生的应收的速度可能比我们回款的速度要快，但我相信从今年的年报、明年的半年报以后，大家可能的担心会不像现在这么多。第二个点来讲，就是我们今年其实半年报的时候已经盈利了，盈利调整后盈利是6000万，我们到今年年底盈利一定会比这个还要多，到明年不光盈利了，我们明年下半年现金流也开始转正以后，大家可能对于很多的担心就完全不存在。然后随着我们的销售费用也在不断的在降低到一个行业合理的水平，而我们的盈利能力的不断的攀升到一定水平以后，我相信大家再回过来看诺辉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一方面更能理解这个行业的特点，另外一方面也更能体会
整个开拓市场的艰辛。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再回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会觉得更容易去理解我们的不容易。你们担不担心你们把市场培育的好了吧，别人下山来摘桃子？我一直在讲的是，我希望有更多的公司都能够把产品做好，做合规，一起来做这个市场。哪怕说我们在前面走，投入更多，有更多的人受益，我觉得对整个行业是有价值的。那你怎么解释你们的产品毛利率那么高的？最新的数据是90%，长尾金可能稍微高一点。我认为一个高科技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毛利，就说明你没有足够的壁垒。毛利率高是对前期你的研发、你的临床的投入的一种回馈。如果一个产品刚上市，你的毛利率就很低，说明你的壁垒很低。对，也说明你将来的这个长期的价值很低。因为您对标的公司一直是美国的精密科学这家公司，最高的市值曾经冲到了接近差不多2000亿人民币。你们离这个还很遥远，有没有想过说你们哪一天也会到一个1000亿市值公司，或者说这个可能需要多久？什么时候能到这样的这个水平？反正也简单的来算这个事情，也比较容易算啊。就以如果是我们公司今年开始盈利，如果以 PE 来算的话，PE 来算，差不多好的公司能到20倍 PE，是吧？差了10倍。您这个还很谦虚，您这类公司这个定到20倍、10倍，是不是定低了点？但如果你要考虑这个长期增长性，可能这个 PE 会更高一点啊。对，20-30倍。我们认为我们呢，大概在稳态的净利率能够做到25左右。那反过来，你要想要20亿的这个净利的话，你就销售要达到80亿。那我们公司，我们认为今年，我们对外的收入指引是17亿，离这个80亿大概还有4到5倍的这个空间。这个精密科学曾经花了4年的时间，它的检测量累积到100万人份。我们上市3年，到今天我们的检测量已经到130万人份。我们在前面增速是超过它的。他花了9年的时间，1年300万，我们大概花5年的时间，到2025年我觉得能到300万，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增速会比它快。第二个，我们看精密科学的这个财务数据，它的毛利是70%，第二个，它的管理费用是比我们要高20个百分点，所以它的净利的差就比我差40个点。这个1000亿的这个美国的市值，我认为我们离这个努力应该距离不会太远。朱总，您现在已经是一家100亿市值的上市公司的老总了，还有已经财务自由了。相比过去，你的生活发生什么特别的变化吗？你还是原来的你吗？我觉得变化不大啊，我自己认为变化不大。我的兴趣爱好，打牌、看书，现在越来越热衷于做饭。我每周都会花半天的时间给家里人做一顿大餐，在厨房里要忙4个小时，但我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两个是关于终极生命哲学的问题啊。您怕死吗？我觉得都怕吧，肯定会怕死，肯定会都怕吧。但是，我经历我的父母去世的时候，我都在身边的。1995年，我2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气息是在我的手心里慢慢的没有脉搏，一点点消失。我的母亲是今年去世的，她也是。我在身边的时候，他的呼气越来越多，吸气越来越少，气息慢慢的散去。从这些，我对于死亡可能有更深的了解，死亡、亲情都有更深的了解。后来我在我母亲的这个悼词上，我写了一句啊，我说父母在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父母都去世以后，我们现在只知道我们要去往哪里，因为这个来的路已经没有了。对，所以这些我觉得会通过这些都是经历吧，经历会让我们对于人生命、对于死亡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其实您是不畏惧死亡？畏惧也没有用，能够希望在有生之年生活的更精彩一点，我觉得就是对死亡的一种尊重。现在全社会似乎存在着一种全民的普遍焦虑现象啊。您觉得这个世界会好吗？我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只不过是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辨别的能力可能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就是我们对于短期的焦虑远远大于对于长期的期待，所以就带来你很多的焦虑。我也跟我的小孩说，
从小要培养一个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方法。大学里说孤君子必慎其独也，就你能在孤独的时候、焦虑的时候，能不能还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审慎的态度去做事情，其实是一个人一生都要受益的，我觉得一个好的习惯。最后一个问题，假设有一天您要退休了，台下坐着的是您公司的所有的员工，还有您的这个为您投资的资本方，以及因为您的产品而受益的这些曾经的一些患者的一些代表，您可能最想说哪几句话？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要说的话，我也经常跟我们的员工说，就是至少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没有辜负大家，也没有辜负我们自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了很多人、很多家庭的生命轨迹，这一点，我觉得比我们做成一个公司要重要的多得多。这是我想要说的。